好的，现在有声音了。有屏幕了吗？有屏幕了。OK， 那我开始。好的。好，大家好，我是助教老草。接下来将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课前需要知道的一些内容。那要讲的内容一共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课程期间同学与助教，以及同学之间的交流方式，还有助教的上班时间、工作内容，还有就是同学要如何提交作业，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最后我们会浅谈一下这门课所推荐的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和心态。那这些内容大家只需要听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做笔记。那如果没有听懂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只要跟着其他同学操作一遍就都会懂。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会用到的一些软件。第一个 CCTalk， 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直播或者之后收看回放的这款软件。那 CCTalk 主要用来上正课和观看作业攻略视频。以下有一些信息，刚才柠檬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复述了。那这里要提一下的就是，如果上课就注意不要一直的提问，也不要刷屏，因为有些知识点可能 K 大后面马上就会提到。那如果一直提问，就会变成上面这张图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就叫做问题地狱。那这个时候 K 大就会一直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继续课程内容。但是这里只是提前预告一下，上课的时候估计还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那么到时候就同学们可以回想一下这张图和这个流着汗的 K 大。那除了直播，我们还会有攻略视频。那大家如果做作业有卡关，就可以去观看。那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还需要用到 QQ 和 TG 来交作业和跟助教以及同学互动。那分别会有2个群。那首先作业群就是提交作业和提问，那作业群就不能闲聊。自然我们也安排了给大家自由聊天的地方，也就是水群。水群虽然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我们主要还是提倡大家可以在群里面交流，画画学习。那学习累了也可以适当的放松，闲聊一下。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能在群里面聊敏感的话题，也不要吵架。那这部分前面也有介绍过，我就不展开讲了。简单来说，交作业或者问问题就要去作业群，那同学之间的讨论和聊天就去水群。下面讲一下私聊。那我们一般也是不提倡私聊助教的，那希望同学跟助教的交流都发生在作业群里面，因为这样子对全部的同学来讲会比较公平，那助教的工作效率也会更快。那如果上班的时候呢，那助教为了尽快的反馈作业，一般也会优先的看作业群，私信是很可能看不到，或者要处理的信息变多了，其实私信是非常有可能被吞掉的。那所以为了公平和效率，这边是不太建议去私信助教的。但是有时候同学会遇到一些不太方便在群里面讲的情况，想要找私人的渠道求助，这种时候同学还是可以使用私信的功能，也就是说不是完全的禁止。但是私信的话，建议先找万事屋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是处理特殊情况的高手，也一般会比助教回答得更快。那右边这些就是万事屋的工作人员，同学可以在作业群的管理员那里找到他们。这一部分的最后，我来强调一下社交的一些礼仪。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聊天或者提问时要互相的尊重，不要贬低对方。比如说不要去批评其他同学的作业或者练习，尽量以鼓励和夸夸为主。那讨论的时候也要注意双方的情绪，希望多去换位思考，避免吵架。那最后有一点特别提一下，大家要保留一点社交的距离。那虽然我们也被叫做 KK 恋爱学
学院呀，但主要还是以学习绘画为主。那所以助教跟同学跟助教或者同学之间的交流呢，尽量也不要去打听太过私人的问题，或者比如说不能去，尽量不要去打听助教的住在哪里啊，或者他的恋爱状况或者择偶标准之类的，打听这些就很有可能让对方比较困扰。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营造愉快的学习氛围。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我来介绍一下助教的工作。首先，助教的定位就是课程期间的协作者，也就是说，助教跟同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能够帮助到同学，就会让助教有很大的成就感。那同学学到东西呢，就是对老师的肯定。那这一点希望大家提前达成共识。助教实际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了？其实刚才讲群组的时候已经有讲到了。那归纳一下就是批改同学提交的作业，给予反馈建议，在同学有疑惑的时候帮助同学解惑。那最后如果同学遇到困难，也可以跟助教沟通，助教会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我们的助教都是非常愿意沟通的。下面讲一下助教的通勤时间。那这里有写到，助教最迟下午2点钟就会上班，每天上班的时间是8个小时，中间会有吃饭的时间，那也会有休息日。具体的意思就是指，首先我们的助教老师现在都是在家办公，而且分布的地方很广，那大家的作息和家里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上班的时间会稍微的灵活一点，但是最迟不会超过下午2点来上班。举例来说，如果助教今天1点钟上班，因为他上班的时间有8个小时，那么他今晚就会在9点后才下班。那如果助教2点钟上班，那他就会在晚上10点后才下班。那中间可能会有1到2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也是包含在上班时间里面的。而且我们可以看，这里会有写到，一般会清完晚上9点前提交的作业，也就是说，如果同学是当天晚上9点前提交作业，那一般来说当天就会收到反馈。那如果很晚才交呢，可能就是第2天才被改到。那关于交作业，同学现在可能还会有疑问，等一下我会更加详细的介绍。下面我来讲一下一个叫做助教说明手册或者助教使用手册的东西。有的助教会在开课前上传一份这样的图片到作业群。那如果同学看到自己班的助教有发，就留意一下内容就好了。如果助教没有发，那么只要留意我今天讲的内容也足够，对做作业来说就已经够用了。好，接下来的内容就希望比较注意一点了。我来说明一下批改作业的标准。那我们这边的作业通过标准呢，以及作业助教给出的修改建议是会有动态的调整的。这个意思是说，批改的严格程度对每一个同学来讲是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具体会根据这些因素来改变。第一点，同学的修改意愿，同学有没有很受到挫败？如果同学觉得卡关了，是可以跟助教老师讲，让他给你放宽一点。那助教老师一般来讲也不会一直在你的作业上面挑刺，不让你过。第二点是同学到目前为止作业的完成的情况，这个是指如果同学之前的作业一直都做得特别的棒，那助教可能就会后面对你提高一点要求，严格一点。那如果之前的作业都是勉强过关，助教可能就会对你放松要求。那么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有同学有一些疑惑，难道是说同学想要过就能过了？那其实也不是这样，最后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要看同学作业有没有达到这一堂课的核心练习目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作业都会有一个最低标准，同学的作业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通过。那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少卡关，
让不同程度的同学都能都能尽量的完成作业。那么同学如果看到通过标准不一样的时候，希望不要感到疑惑。那如果同学自己想要更严格或者更加放松，也是可以跟助教老师沟通的，这个标准是可以一起再去调整。你也可以像这样子把求严格或者求放过之类的词打在自己的名字前面。那这一部分就讲完了。那接下来是第3部分，也就是说课件的内容。这个是我们做作业要用到的课件，那它主要有2类的文件第一份是作业总会说明它会告诉你这节课一共要做哪些内容，大概的步骤和一些常见的错误，相当于这节课的目录。第2份是具体某一个作业它非常详细的步骤，那同学上完一节课准备要做作业的时候，首先就看1作业的汇总，先知道要做哪些作业，然后再去2具体的步骤。那大家收到课件的时候，记得就要看这2类的文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作业的步骤和提交的格式。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就是我们透视第1节课第1份作业的步骤图。那么相信有的同学看到这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步骤很多，会不会很难呢？那这里我想请大家先把感谢课件中心的老师们打在公屏上面因为我们课件中心老师有帮助同学整理出非常细致的步骤细节。那只要同学有耐心跟着每一个步骤来做，就一定能画出来。那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玩过拼装模型或者乐高积木呢？如果有玩过的话，可以打一个1。那这个课件其实跟模型的说明书是一样的，看上去内容很复杂很多，但是其实每一步要做什么都写得非常清楚。那所以这里可以先请各位同学放心，不要被课件吓到。受惠课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张图片里面有4个格子，每个格子其实就代表了1步。那一份作业从开始到完成，可能就会这样子，有10几步。到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做到哪一步才给助教检查？如果全部做完才给助教检查了，结果发现最前面的步骤错了，那不就得重画吗？但如果每一步都拿去给助教检查，一个作业下来可能就要交10几次，效率就会很低。那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课件中心的老师们就引入了一个叫做节点的概念。那同学只要做到写着节点的地方，就交一次作业给助教看，助教说 OK 可以继续，同学再继续，这样子就既能减少交的次数，也不至于经常要重画。以这里3个步骤为例，步骤3这里写着节点1，那同学一般做到步骤3就提交第1次。那当然中途如果遇到困难或者任何的疑问，无论你有没有做到这个节点，同学都是可以带着你的疑问一起提交的。然后我们看这里提交格式，这个就是说比如你做到节点的时候是需要打开一些辅助线，因为作业不仅要检查结果，还要看推理的过程，同学提交时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格式，那课件上面都会有写。这3张图都是我随便画的，实际的课件会有非常细致的图片和详细的文字，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粗糙。那整份作业下来可能就会被这样子划分成3个节点，等于说如果同学没什么疑问，做到节点1就提交1次，如果助教说通过，那就继续做，一直重复这个操作到节点上完成，那这一份作业就算做完。这里要讲一个比较不推荐的情况，希望同学们留意一下。这里同学 A 直接就画到了节点3才交，前面都没有交过，
那这种行为我们就叫做跳节点。那跳节点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右边这种情况，同学画出来的繁殖比例或者结构都有巨大的误差，可能第一步就画错了。那这样子就很可能要从最初开始重画，这样子的修改成本是超级大的，而且会让助教老师非常的苦恼。因为我们的助教老师一般也会顾及到同学的情绪，他会觉得有可能这样子叫同学重画的话，同学会有点生气，但是这时候如果不重画，又会很难修改。那所以这里就呼吁一下大家，尽量不要有跳节点这样的行为。又或者说，如果同学一定要跳节点，那么当助教老师说你前面错了，要从头改起，希望同学也不要有情绪。跳节点的话，要自己承担风险。那作业不过关的话，该改的地方还是得改。好，那下面讲一下交作业的方法。那左边这里是 QQ 的界面，提交作业其实就是把你的作业截图加上文字，当做一条消息发出去，就这么简单，跟平时聊天是一样的。要注意的是右边这几点，发送的是图片加文字，要注意图片不要太大，太大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文件上传。然后就是你要发送的内容尽量都写在一条信息里面，这里面要包含这是哪一份作业，它是节点几。那如果同学有问题想问，也在同一条信息上面打字一起发送就 OK 了。接着介绍一下助教改图的流程。那同学做到节点就按照刚才讲的那样发送作业，然后就会需要等待排队。排队是怎么排，等下我也会讲到。当排到你的作业，助教就会批改。批改一般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助教说通过，那同学就继续做到下一个节点。那另一个情况就是助教说你这里有问题，得改一下，那同学就按照反馈修改，改完再次提交，这样子循环下去。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助教的反馈是需要等待的，不是说同学交了马上就会被改到。那其中要等多久，这个要看你什么时候提交，还有当天交作业的人多不多。那反正像刚才讲的一样，一般情况下晚上9点前提交的作业都会在当天被改到。那第二点就是每一次只发一个作业，因为要顾及到大家的公平。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的同学之前一直都不交作业，等到结课的时候一次交了10几份作业，10几份作业可能就是几十个节点的量，那么很可能助教一整天都要改这个同学的作业，那这样子其他的同学都肯定会有意见。那第三点就是，如果对助教的反馈回答有疑问，没听懂，或者你有不同的看法，也都可以在作业群里面提出来，都是可以沟通的。接下来就是解释一下排队。那左边这张图就是不同同学们交作业的情况。那助教上班以后就开始改作业，看这里从上面就开始往下面改。那助教在2点02分的时候就改到了小明同学的作业，那到了07分，好好同学提交了作业，接着助教批改到了好好同学提交了作业以后，助教就批改到了天天同学的作业。那这时好好同学可能就会有疑惑，为什么他发了作业，助教却不改？但其实在他的作业之前面就排了很多同学的作业，所以助教这里并没有把他漏掉，只是还没有轮到他。这说明的是排队了，先发的会被先改到，然后助教会使用这样的回复 功能，这功能是帮助同学快速的定位到助教的反馈，但是同学一般就不需要用到助教的功能，除非你的作业确实有被漏了，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使用助教的功能。那其他同学就要把助教的功能留给真正需要的同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看助教回复的内容，这里就会有他改到什么时间的作业这个信息，我们就知道助教改图的情况。接下来就讲一些特殊的情况。第一个，解压缩。解压缩是指助教是有休息日的，也就是说这里写着的这些天，那休息日同学是没有办法发作业排队的，那等到休息结束以后，同学才能发作业。那这样子挤压了2到3天的作业量，一下子就会喷发出来，助教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把之前的作业批改完。那这个时候就希望同学要更加耐心的配合，不要太着急。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助教休假的时候，同学做完节点是没有办法被改到的嘛，那作业就进行不下去。这时候也可以去休闲娱乐一下，又或者自己安排一些额外的练习内容，比如说可以做一下临摹练习或者线条练习。最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到了解压缩就跳节点，或者一下子发很多的作业，还是要保持改作业的公平和效率。然后到第二点，自己讲一下关于提问要注意的地方。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提到3个点。那这里我就直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边出现的例子就是，助教看到都会很头疼，这里的同学可能就没有整理过自己的问题，然后就发问了，甚至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这样子就会有点把思考都扔给了助教，那助教就有可能要用精神感应或者通灵术才能知道同学到底想问什么，而且这样做一般也会变成很长的一问一答。那其他同学看到也可能会觉得占用了大家的排队时间，可能也不太高兴。那么比较好的提问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同学尽可能的附上图片，有图片就会比较好知道同学你在问的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同学有可能不止一个问题，那这时候就可以把你的问题归类成几点，而且每一点问题都问得比较具体，那这样子的提问助教才会比较好的针对回答。而且这样做并不会把问答拖得很长，也不知道问什么。那中间这张图其实就有点像是在挤牙膏，你挤一下它才出来一点。那所以希望同学提问之前都先尽量的整理一篇问题。那这一部分就讲完了，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要注意的地方，其实就3点：避免跳节点，那排队要有耐心，提问的时候尽量的具体。那最后的部分我们来稍微的聊一下学习目标、方式和心态。那透视课我们的目标可以分成3层。第一层就是我们的节课目标是画出透视破绽比较少的场景加人物的线稿创作或者半创作。那第二层就是每一节课的练习目标，这个会在每一节课的作业课件上面有写到。那第3层是我们主要还是以进步和获得成就感为目的。那这里首先我想理清一下有些同学的误区。我们这门课是基础透视结构课。我看到有的同学在之前填写问卷的时候，其实有写到，他有些同学会觉得，我学完这门课会不会说我就能够就业，或者我想要画厚图插画之类的，或者画商业例会等等。那其实这些期望都是没有那么现实的。我们首先是基础课程，然后是
专门研究透视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把这个预期重新拉回到透视上面。那像游戏原画、角色设计之类的，这些其实是需要更多的额外知识才能学习到的。那我们要把光重新拉到透视上面，能把这一门课的知识点都掌握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接着就是这门课的练习方式。我们的透视课主要以动笔为主，其实不需要把所有的透视原理都搞清楚，也不需要把所有的名词都背下来才开始画。就像刚才提到，我们只要画出破绽不大的带景人物创作，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里面可能理论只占了 30%， 同学自己动手操作会占 70% 左右。那在做练习以及做作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限制，有主题，不能说我全都要。有的同学可能想一张练习同时把透视、色彩、构成都练到，那这样做就有点像在同时对付很多个敌人，练习的效果很容易大打折扣。而且我们要经常的关注的是，我们现在练的东西对自己来讲有没有太难或者太简单。如果太难的话，我们可以先退回去那些前置内容；如果太简单，我们就要考虑增加根的变量。好，那最后关于心态上面，这一讲的其实总结起来就是，我们不要过分的去跟别人对比。那现在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的低龄处有的人可能20岁就已经画得很厉害了，但可能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他可能每天练习量很大，他也有可能15岁或者12岁就开始画了，每天画5-6个小时。那我会建议的是，我们看到别人好的作品时，尽量要去了解的是对方的练习方法，把他们的练习方法学过来，又或者是去了解他平时都做了什么练习，每天画多久。多关注这些，尽量不要被作品这个结果吓到，而忽略了这背后要堆积的练习量。最后就是我们要跟自己对比，要以进步为目标。只要保持进步，那么一定是会画得越来越好的。那这个就像那个男人所说的，只要你比昨天更好就行了。那么接下来的2个月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透视，学会沟通，也能够学会学习。那我的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老曹老